我是左拉 ，I am Zola，Je m'appelle Zola。我现在在坐火车去台北，刚才做了一件蠢事，在瑞穗火车站等车的时候，我在刷手机，结果没有上火车，然后找计程车司机开车70公里把我送到花莲市，再赶上了另一趟火车。预计会参与会议的时候会迟到40分钟，但是迟到总比不到好吧，所以我还是要去台北去参加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的一个座谈会。我被邀请去做一个发言，我的发言内容将会是在台湾的法律下对新住民人权保障跟国际人权公约相冲突的例子。所以等一下我会继续录下我在演讲的过程，请大家观看一下。这里是爱鲁格号，我现在在最后一节车厢。最后一节车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厕所，一个很大的空间，地板上可以坐人，所以并且最后这车厢是比较安全的。万一像以上次那种普悠玛脱轨的事件的话，最后一节车厢的受伤的机会最小。今天因为有武汉的那个肺炎的疫情，所以我们都戴上了口罩。接下来我马上就再过几分钟就到台北车站，我要坐计程车去青岛东路8号去参加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的座谈会。待会见。下一站南港后一站南港下一站南港 Next stop 南港。我现在走路去青岛东路。快过年，大家都还来参加这个，感谢我们的所有的来宾、嘉宾、贵宾哈。那我们第一场就是非常的精彩，这么多老师其实都是长期在关注新住民这个族群的，也长期在这个我们人权协会来协助新住民的一些政策的推动跟社会倡议。那么第二个阶段的话，我们主要是从福利政策方面的走向。那我们我们上一场的那个周先生没有来啊，这第二场的话就对，他们帮忙一下。那周先生你请坐，对，不好意思，好，周先生是中国公民记者新住民，好，目前是身份新住民，对不对？那因为你比较新鲜，所以你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好，各位前辈、各位先生，大家好。很抱歉我过了火车，所以晚了40分钟。然后我是原籍是中国湖南人，但是我民国100年的时候和太太结婚就来到了台湾。然后在2018年我申请了中华民国的护照和户籍，所以我去年有投票，今年也有投票。所以很荣幸的从一个没有投票权的专制国家来到了一个有投票的民主国家，所以我做了很多观察，然后也感谢杨博士的邀请，让我来有机会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因为考虑到杨博士的协会是新住民人权协会，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关于新住民人权话题的演讲，然后是我研究了一下台湾现有的法律和国际人权公约之间的冲突，然后所以我今天来做这个分享，估计大概会占用大家5分钟时间。我的主要论点可能用10秒钟一句话讲完，但是我还是前面再做一下铺垫，因为世界人权宣言是一个1948年在法国巴黎通过的一份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文献，有30条，然后基于世界人权宣言有另外2份文件，叫《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2个公约，这3份文件合称为国际人权法案。这2个公约都是在1966年通过的。台湾呢，现在
个把人权公约写入了宪法的国家，所以很多情况下立法需要按照国际人权的标准来立法的。然后1967年的10月5日，由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中华民国的代表刘凯代表中华民国与签署这份公约。在1971年的10月25日，中华民国台湾退出了联合国。在2002年，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推动了人权立国的目标，立法院开始讨论这个两个人权公约的在国内的合法化。2007年，中华民国台湾法务部开始将两公约实行法草案呈报行政院核准立法院审议。2009年3月31日，台湾立法院终于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项联合国人权公约。在2009年12月10日，台湾总统马英九声明并宣布台湾落实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内法，在中华民国辖内司法判决可以引用国际人权法案。所以经过我的对人权公约的了解，然后认为台湾的有些法律并没有马上跟上国际人权公约的标准，所以正像我今天虽然迟到，但总比不来好。所以国际人权公约这些要求的话，我觉得虽然有迟到，但是我还希望它能赶上来。然后根据国际人权的第2条，世界人权宣言的第2条，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有的一切权利跟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及其他见解、国籍或者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者其他身份的区别。好，说快点。所以我的重点就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里面有提到，不应该因为出生地而受到限制。我现在发现的是，台湾的法律有好几项法律都因为出生地的人不导致我们新住民的权利受到了限制。比如说，依照国际法第10条，规划入籍的新住民10年内不能登记为候选人。然后依照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规划入籍的新住民即使入籍10年后也不能登记为总统候选人。然后中华民国的宪法第7条提到，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他这句措辞，他没有像联合国公约那样有提到出生这2个字，所以也有人认为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21条有违宪，因为第21条有认为非在台湾涉及满10年的入籍者不得登记为公教人员，不得登记为候选人以及担任公教人员。然后司法大法官在民国95年11月3日有过释字第6118号解释，他认为非在台湾涉及满10年不得担任公任部分，是因为新住民可能会在忠诚义务方面，或者是对自由民主宪政体制认识方面有差异，所以需要用10年时间来培养。但我认为出生地不应该成为判断忠诚的理由，出生地也不应该成为对自由民主宪政体制认识有区别的理由。所以我认为国际法第10条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21条都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中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也违背了中华民国宪法第7条。谢谢大家。谢谢啊，这个讨论是相当重要的啊。我们未来就是说，我们推动法律的这个修正啊，我们会秉持这样的一个看法跟精神啊往前推动啊。那谢谢周先生，谢谢。好，谢谢周先生。钟嘉宾委员啊，过去他对于人口政策是相当关注的啊，所以这是他的强项，我们会特别跟他合作啊。那具体的方案，我们就说我们到时候再来讨论。那我想呢，我们应该还有很多课题可以讨论啊。不过刚刚看到大家互相交流的，就说很热烈啊。那我想就说我们原则上啊，今天这样的形式啊，我们未来我们会持续性的、定期性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会多鼓励我们的新住民会员啊，
尽量多提出他们生活上的这个例子提出来，然后我们来联立讨论。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边结束欢迎大家继续踊跃支持我们未来所办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新书评论坛谢谢各位。你过去啊。好，不要让可爱的脸被遮住了，看前头哦。好，来，恭喜发财。好，谢谢。我是左拉，感谢收看，欢迎订阅。